各位老铁，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些画面给整不会了？就那种穿着雪白厨师服、戴着高高帽子的大厨，本该在窗明几净的后厨里颠勺，结果呢，他正蹲在一个小马扎上，麻利的给你打包烤鸭。这烤鸭可不一般，是5星级酒店出品，半只才卖你35块，一整只60块就带走。再切个镜头，酒店门口穿着笔挺制服的保安大哥，手里不再是威严的对讲机，而是举着一块牌子，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小龙虾38一斤。旁边的甜品柜里，那些曾经躺在精致下午茶塔尖上的提拉米苏，现在卖的比夜市的刨冰还亲民。这场景说实话既魔幻又现实，让我想起几年前口罩最紧张那会儿，餐饮业那叫一个惨淡。但即便是那时候，5星级酒店们大多还端着那份矜持和体面，可现在风水轮流转，连香格里拉、万豪这种响当当的国际大牌都纷纷放下身段，加入了路边摊大军。我有个朋友开玩笑说，以前是住不起这些酒店，现在好了，总算能吃上他们家的路边摊了，也算是一种梦想成真。可这笑话听着听着，咂摸出来的味儿咋就那么心酸呢？这些曾经代表着奢华、品味和身份的殿堂，怎么就被逼到了要在马路边上支个小摊，跟城管斗智斗勇，哦不是和谐共存了呢？有人说是那道禁酒令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钱包瘪了，消费降级了。今天咱就当一回侦探，抽丝剥茧，把这5星级酒店摆摊背后的辛酸、无奈和行业大洗牌给他聊个明明白白。咱们先不急着下结论，来看一组冰冷但真实的数字，比我任何滔滔不绝的分析都来得震撼。根据文旅部的官方统计，在2019年，咱们国家还有845家金光闪闪的5星级酒店，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36家。短短4年多，100多家5星级酒店就这么从地图上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更让人揪心的是，光是今年第3季度，全国就有163家酒店被挂上拍卖台。结果呢，154家流拍。这意味着什么？就是白送都没人要。北京那家索菲特，地理位置多好，报价28个亿，无人问津。佛山的希尔顿15个亿，同样无人接盘。就连重庆那个风景如画、一度火爆全网的悦榕庄，起拍价降到5个亿，现场依旧是鸦雀无声，活下来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遥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会儿，5星级酒店的标准间，一晚上均价能冲到3600多块，那才叫一房难求。现在呢，今年前3季度的平均房价跌到了599块，这还是同比下降了5%之后的价格。住店的人少了，来吃饭的自然也少了，这不就把酒店给逼急了，纷纷开始不走寻常路。我前阵子去武汉出差，亲眼见到光谷金盾大酒店门口支起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卤味摊，鸭脖25一袋，卤牛肉68一斤。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服务生用他那在宴会厅里报菜名的标准普通话吆喝着，旁边还立着一块牌子，写的特讲究，5星级大厨主理，全部食材可溯源。我瞅了一眼，好家伙，傍晚下班那会儿排队的人乌泱泱的，都快排到马路中间了。一位阿姨提溜着3大袋卤味，乐呵呵地跟我说，小伙子，这可比菜市场买的放心，还便宜2块钱。你说我为啥不买？是啊，这道理多朴素。成都的名宇豪雅饭店更狠，直接把钵钵鸡、炸酥肉这种最接地气的小吃搬到了街边，10块钱3串，价格亲民到让人不敢相信。厨师的健康证、酒店的营业执照全都明晃晃地贴在餐车最显眼的地方，生怕你信不过。我有次跟那掌勺的大厨聊天，他一边熟练地翻着酥肉，一边苦笑着说，兄弟，想当年咱在后厨做一桌宴席，光是开瓶茅台的钱就顶现在摆摊3天的收入，可现在
有啥办法？人总得吃饭，锅总不能凉着吧？最有意思的还得是济南的山东华彬大酒店，他们脑洞大开，搞了个叫华彬先生厨房的项目，每天下午5点准时出餐。我看了他们的销售记录，一晚上最多能卖掉120只烤鸭，48块一个的大猪蹄子也能卖出80多个。他们的餐饮部经理跟我坦言，说实话，刚开始真拉不下这个脸，觉得我们一个5星级酒店跑去摆地摊太掉价了。后来大家开会一合计，想通了，面子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吗？现在光是摆摊的这点收入，就能给我们后厨员工发掉1半的工资了。这些画面要是放在5年前，你敢想吗？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你仔细品品，这里面有个关键点，酒店摆摊价格是真的接地气，烤鸭、小龙虾、甜品跟咱们平时吃的路边摊没啥两样，可人家的优势在于打着5星级食材、专业大厨的旗号，卫生安全这块给你拿捏的死死的。这就像一场考试，大家题目都一样，但人家是学霸下场，用的比草稿纸都是顶配的。换作是你，一边是菜市场里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卤味，一边是5星级酒店当天现做，价格差不多的卤味，你怎么选？有人说，酒店这是在搞降维打击，这不是欺负人吗？还让不让小摊贩活了？所谓降维打击，就是用更高维度的优势去攻击低维度的对手。好比你开着坦克去跟小米加步枪的打，那结果还用说吗？但说实话，我最近逛了不少夜市，我发现现在的地摊早就不是咱们印象里那个样子了。一杯手冲咖啡敢卖你28，一份巴掌大的提拉米苏要35，有些网红小摊的价格比超市里包装好的还贵。我家楼下有个卖冰粉的大姐就跟我吐槽，以前我们摆摊是为了养家糊口，图个辛苦钱，现在好多年轻人来摆摊，那架势是奔着创业致富来的，把摊位当成了风投项目。所以说到底，市场这杆秤比谁都公平。5星级酒店放下身段来抢生意，小摊贩们也得琢磨怎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还是我家楼下有个卖凉皮的大爷，最近就在他那3轮车上挂了快30年秘制配方的牌子，还花钱置办了一台小小的紫外线消毒柜，给碗筷消毒。你猜怎么着？生意反而比以前更火了。这就是市场的法则，你用心对待顾客，顾客就用钱包投票给你。你要是糊弄事儿，就别怪大家用脚投票，扭头去别家了。当然，很多人把酒店的困境都归咎于那道禁酒令，说就是这道命令把主要靠公务宴请活着的酒店餐饮给彻底打趴下了。这事儿吧，得从去年4月说起。当时湖北黄冈出了个大事，一个央企的头头请副区长吃饭，结果酒喝多了，一位当场就没了。更离谱的是，这帮人为了掩盖事实，还撒谎说没喝酒，篡改了参与人员名单。这事一捅出来，高层震怒，直接下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公务接待不准上高档菜，不准提供香烟，更不准喝酒。这规定有多严，圈内人都管它叫史上最严禁酒令，说是自2012年8项规定之后最狠的一次。而且这政策一到地方，还被层层加码，搞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安徽有2个银行的客户经理，就因为陪客户吃了一碗牛肉面，被单位知道后，一个警告处分，一个扣了3000块绩效。还有的地方规定，3个人以上聚餐就得向上级报备，连退休人员喝酒都受到了限制。更绝的是，有些单位要求工作日24小时禁酒，意思是你下班后跟朋友在自己家喝2杯，理论上都算违规。一时间那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一个在国企做行政的朋友跟我诉苦，现在谁还敢在外面吃饭啊？就算是自己掏钱，只要桌上有个酒瓶子，万一被人拍了照发到网上去，说你公款吃喝，那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轻则通报批评，
重则饭碗不保。这股风刮下来，最先倒霉的就是那些靠商务宴请、公务接待活着的餐厅。广州有家非常有名的高端粤菜馆，以前一个月接10几场商务宴是家常便饭，现在一个月能有2、3场，经理就得烧高香了。他给我算了笔账，一场像样的商务宴，酒水消费能占到总收入的40%，尤其是茅台、五粮液这种高端白酒，那利润高得吓人。现在好了，酒不让上了，商务宴的客单价直接腰斩，很多客户觉得没意思，干脆就取消了。但是你要说这禁酒令就是压垮整个餐饮业的罪魁祸首，我觉得这锅他背得有点冤。咱们还是看数据，全国5星级酒店的数量从2020年到2023年少了100多家，整个餐饮行业更惨，光是2023年倒闭的门店数量就接近300万家，平均下来每天有8000多家餐厅关门大吉，这可都是在禁酒令发威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趋势。有个叫红餐网的专业媒体统计过，在那些倒闭的餐饮店里，70%都是开业不到1年的小馆子。你问老板为啥倒闭，40%的人会告诉你客人全被那些低价的连锁品牌抢走了，20%的人抱怨房租涨得比我赚钱还快，只有不到5%的人提到了商务客人减少这个原因。说白了，餐饮业的冬天早就来了，大家手头都紧，出去吃饭自然得精打细算。以前朋友聚会可能眼睛不眨就选个人均2、300的餐厅，现在呢，更愿意找个人均70、80的小馆子。甚至很多人觉得在外面吃又贵又不健康，干脆买菜回家自己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3年全国餐饮总收入看着有5.2万亿，挺吓人，但你一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消费其实是在降的。2021年全国餐饮的人均消费是43.2元，到了2023年直接掉到了39.8元。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供给端的大爆炸。这几年其他行业不好干，很多人觉得餐饮门槛低，就揣着钱一头扎了进来。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光是2023年新注册的餐饮企业就有357.4万家，现在全国的餐饮企业总数已经超过了1680万家，创了历史新高。你想想这个场景，吃饭的人越来越抠门，盘子里的肉没变多，但抢饭吃的人却乌泱泱来了一大片，这能不卷得天昏地暗吗？所以啊，别把所有的锅都甩给禁酒令，它更像是一阵风，把那些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树给吹倒了。就算没有这阵风，餐饮业的大调整也迟早会来。那些长期依赖公务宴请，靠着喝茅台吃鲍鱼撑场面的餐厅，本来它的商业模式就是不健康的，不符合当下真实的消费需求。禁酒令只是一个催化剂，让这个行业提前进入了阵痛期，回归到它本该有的样子。有人说5星级酒店都去摆摊了，这是行业的悲哀，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餐饮业刮骨疗毒的开始。所谓刮骨疗毒，就是像关公那样，为了治好骨头里的毒，宁愿忍受刮骨的剧痛。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却是为了更健康的未来。长期以来，咱们国家的餐饮业，尤其是中高端这块发展的有点畸形，在很多3、4线城市甚至小县城，不少像样的餐厅，主要的客人就是公职人员和各种公务宴请。我去过一个县城的网红酒楼，老板私下跟我说，他们70%的生意都来自当地各个单位的聚餐。这种靠着特殊关系活着的模式有多脆弱？禁酒令一来，立马就现了原形。但你反过来想，这种模式本身健康吗？饭桌上谈生意、拉关系，甚至搞权力寻租，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个做餐饮的老前辈就跟我说，以前做公务宴，菜的味道好不好是次要的，关键是排场要大，酒要够贵，一道佛跳墙敢卖888，其实成本也就100多块钱。现在好了，
禁酒令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把公务宴请里的水分和泡沫都挤掉了。那些只会靠拼酒拉关系的企业，自然就没了生存的土壤。而那些真正靠味道、靠服务、靠性价比赢得顾客的餐厅，才能在市场的浪潮中站稳脚跟。这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当然，任何政策在执行的时候，都怕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就像前面说的，银行经理吃碗牛肉面就被罚款，这就有点过了。限制退休人员喝酒，更是矫枉过正。禁酒令的初衷是反腐倡廉，是杜绝浪费，而不是让大家连正常的社交聚餐都不敢参加了。幸好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纠偏，明确私人聚餐不属于监管范围，这才是理性的态度。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规范，而不是恐慌，是自律，而不是束缚。说到底，餐饮业现在的困境，本质上就是这个行业从过去的虚胖浮肿，向未来的精干健康转型。以前靠公款消费撑起来的巨大泡沫，现在破了，行业才能回归到它的本质，用产品说话，靠服务吃饭。这个过程肯定很疼，就像5星级酒店从云端跌落到路边摊，面子上肯定挂不住，但里子保住了，至少能活下去。我认识的一位酒店总经理，最近就把他们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改造成了平价婚宴中心，还推出了999块一桌的亲民套餐，生意居然比以前还好。他感慨地说，以前总想着做那些金字塔尖的生意，看不起普通老百姓的消费，现在才想明白，把寻常人家的婚宴办得漂漂亮亮，比做那几桌不知真假的公务宴心里踏实多了。那么面对这场寒潮，餐饮业的出路到底在哪儿？我跑了20多个城市，跟上百位餐饮人聊过天，我发现那些现在还活得不错的，基本都在做这3件事。第一，是把性价比这3个字刻进了骨子里。注意，性价比不是单纯的便宜，而是让顾客觉得值。有个叫季季红的火锅品牌就是典型，他们搞去服务员化，让顾客自己动手选菜调料，把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全都反馈在菜价上。他们的客单价只有60多块，但毛利率能做到55%，靠的就是极致的效率。5星级酒店摆摊也是这个逻辑，用顶级的食材和厨艺卖地摊的价格，这就是降维打击式的性价比。第二，是把小而美做到极致。以前大家都想做大而全，什么菜系都想上，恨不得开个美食广场。现在发现船小好掉头，小而美的店反而更抗风险。成都有个做钵钵鸡的品牌，店面就15平米，菜单上就30种串串，客单价25块，1个月流水能做到18万。老板的秘诀就是专注，把一种味道做到最好，比什么都强。第三，就是拥抱变化，千万别端着。5星级酒店摆摊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放下身段，把以前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的产品卖给广大的普通人。我还见过开高端日料的，晚上推出99块的刺身拼盘外卖，用他们的话说，身段不值钱，活下去才最重要。所以啊，5星级酒店摆摊，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新闻，它更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隐喻。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东西，正在向充满活力的烟火气低头。有人觉得惋惜，有人觉得讽刺，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一个健康的餐饮市场本就不该靠几场公务宴请来撑场面，而应该靠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口碑活下去。从茅台配鲍鱼到35块半只的烤鸭，这场去泡沫化的阵痛虽然疼，但值得。这个过程会淘汰很多人，但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真正懂得尊重市场，愿意弯下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人。就像济南华彬大酒店门口那个烤鸭摊，每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下来，那个戴着高高厨师帽的大厨站在路边，微笑着给排队的大爷大妈递过一盒热气腾腾的烤鸭。
那个画面或许没有5星级酒店大堂的水晶灯那么璀璨，但它充满了踏踏实实的生命力。餐饮业的冬天或许还没完全过去，但春天一定会属于那些敢于弯腰的人。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